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黄25岁，来自重庆，活动督导；女嘉宾小丹24岁，来自重庆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个小片里面，你觉得你们感情还挺好的，是吧？对。你突然提出分手，是吧？对。哟，这可奇了怪了哈。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1年左右。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面认识的。然后呢？刚开始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因为他刚开始不需要去外地工作嘛，差不多将近2个多月了，我才知道他需要出去外地工作。哦，那2个月他就没出差吗？没有，而且他也没跟我说过他会出差的。因为公司每一年他都会安排职员去外地出差，就一直在外地，对吧？对，这就回重庆的时间很少，只有2到3天。这个是1年1条换，对吗？我出差去年是第1年啊，还有后面2年。啊，要出3年差。对。出差期间怎么跟女朋友联系感情啊？因为我工作的时间是晚上8到12点。白天呢？因为他白天要上班嘛，我要给他，比如说发微信或者打电话，他很忙，他也没有时间了。哦，等于在他出差期间，你们俩是没有交流的，是吧？对。回个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吗？有时候他会回我，但是他就是隔好几天才回我1条微信。那你这不对了。但那只是偶尔，不是经常的。因为如果说你把公司的产品推广的不好的话，你就要经常加班。不是你加班没关系，你不是还有时间吗？你白天不是有时间？你中午不休息的？我中午休息啊。中午休息，中午打个电话为什么不行呢？但我特别忙，有时候熬到凌晨5点才结束，一睡就睡过了。所以说工作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你在这个期间有没有试图去努力做一些改变？比如说让他去关注你什么的，有吗？有啊。我记得有一次他不是说他请了2天假要回来嘛？啊。那2天我也给他打电话了，可是他一个电话都没接。后来我就叫了几个玩得比较好的朋友来家里面玩嘛。家里面什么酒瓶子啊，然后在家里面打麻将之类的，就希望他能多注意我一下，能多回家几次。可是他还是没有呀。我那次专门为你请了2天假，我买的凌晨的火车票赶回来的。本来我凌晨回来就感觉有些疲惫了，我看大厅里面全都是酒瓶子，全倒在地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很在意我回来的样子，就很淡淡就说了一句你回来了。当我想抱他时，可他根本就没一点反应，他继续打他的麻将。所以女生说的是为了引起男生的注意，他专门找朋友来气他。男生说的是，你压根儿就不在乎我，是这意思吧？还有就是我回来过后，我想回卧室睡觉，但发现他的朋友已经躺在卧室里面了。我觉得这个家根本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。男朋友女朋友啊？他的女性朋友。所以我就有时候不理解。不理解什么？我只要一有时间，哪怕只有空了1天时间，我就会回来看他。但我在外面出差工作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我也想多挣点钱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啊。哎，男生在家里的时候表现怎么样？他在家里面的时候表现的就特别好，然后就感觉离不开我什么之类的。可是他一出去了，就感觉我找他的时候我根本就找不到，突然之间好像就人间蒸发似的。所以你要分手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段感情我根本就维持不下去了。对，他的想法挺正常的，老师，我维持不下去嘛。那你怎么还觉得2个人沟通的好呢？我也觉得你自己讲述的不是好啊，是他不在乎你啊。但我每一次出差回来都会给他买他的日常用品，我知道他身体有点不好。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嘛，他背着我跟他前男友在一家咖啡店里面约会，我当时想上去跟他吵，但我后来没上去，我忍着了，因为我一直惯着他嘛。不是你发现他跟他的前男友在咖啡店，在商场里面。哦，在商场。我朋友告诉我的。啊，那你问他了吗？没问他。为什么不问啊？因为我回来就想给他个惊喜嘛。是可以给他惊喜，你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沟通吗？说哎，为什么跟前男友见面了？是什么原因？没有聊过吗？有聊过，但他没说实话。我那个朋友就是他说的那个前男朋友嘛，他要去外地工作了，然后我作为好朋友就是去叙旧，没有告诉他，只是怕他想多了，而且怕他生气嘛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他的。你怎么觉得他没说实话呢？为什么？他那天说的版本是什么？说一次。他说他有事，
很忙，我给他打了电话，他在公司里面加班，我就没想多嘛，因为我当时提着礼品就说了想给他个惊喜啊。到后来我朋友下班了，偶然看见了。去没去？去了。当面对质还是默默的看着？没有看着，因为我觉得不能上去，因为上去了就会和他打架。哦，他们吃完饭之后，你见到你女朋友了是吧？没有，我直接走了。女生事后有没有给你解释过吗？没解释。那你相信他刚才那个解释吗？我相信的。唉，为什么要苦苦挽留他呀？因为他对人特别好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需要人照顾。需要人照顾是你不离开他的一个原因啊。好吧，我来问问女生，他对你照顾的好吗？没见他怎么照顾我呀，除了刚开始的时候交往的时候照顾我一会儿，可是他出差之后就我一直自己在照顾我自己。那他出差回来之后，比如说在家那1-2天、2-3天照顾你吗？也没见他怎么照顾我呀。你说我回来没照顾你，我每次回来一直给你做饭吃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递，我就顺着你的心走。而且我这次出差回来了，我知道可能恋人关系嘛，就感觉后面出差久了就是异地恋嘛，因为不经常见面啊，也只能有时候特别忙，也只能电话、微信联系，就回来感觉回不到从前了，就心里有些距离感。后来我回来一直在陪他，就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一起出去吃饭、去玩，或者去看电影，或者去打球、去游乐场这些玩。但是感觉他心不在我这里。那这次是谁要来的呢？心都不在了。我要来了。来干嘛？想挽回这段感情。女生今天为什么来啊？本来今天是他要来的，我是不想来的。对啊。可是他说他想来试一下能不能挽回这段感情嘛。可是我觉得根本没必要。所以除了他不能陪伴你之外，还有什么是你跟他分手的原因呢？还有就是，我记得我有次得胃炎了，连去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想跟他打个电话，可是他一个晚上都没有接。后来我还是跟我朋友打电话，让他带我去看的。而且我后来他回电话过后，我还跟他说了这件事的，可是他只是说你多喝点水呀，多吃点清淡的呀。我就觉得吧，他根本就不关心我。而且就那次通过电话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，我就再也找不到他的人了。明白了，就是在你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，需要他在精神上做抚慰的时候，他没有做到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所以就是这么一段恋情，男生还想挽回，男生要挽回的理由是，我希望能好好的照顾女生，是这意思吧？但是女生觉得这段恋情你就不想再继续了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秋问卷。真金不怕火炼，真爱会遇见考验。你们考验来了，首先出差就是考验嘛，信任是考验。我觉得爱情绝对不是风平浪静、风和日丽的一直走下去，它一定会有考验的。你们通过考验，你们就会成功；通不过考验，可能你们就不是最适合对方的那一位。好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男生，你是不是有一种心情？你觉得他很稳，所以你无后顾之忧的在打拼。3天回一次微信，5天回一次简讯，你都觉得安全，对不对？对。显然你错了嘛。如果你知道他要分手，你会不会行动上有所改变？会不会？你会不会那么自在的不回简讯，不关心他？出差的时候不常常去嘘寒问暖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但我会经常问他，但感觉如果说你们还有一个危机叫做自我感觉良好的危机，因为你不都他都要分了，你还说我们很稳呢，怎么办？你会改变吗？如果知道他要分，你会在做法上面改变，就说还是要出差，但你会怎么做？告诉我。只能看他怎么想，因为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嘛，我跟你讲，我认识一个小兄弟，他为了追一个女生，他们约定每天都要视讯，那个女生开着他就不能关，
他就让那女的开着，然后那个女生开着以后，还在那边化妆。我这个小兄弟呢，还是就乖乖的在那边就做他们的事情。但是他们在一个视讯当中，他们彼此连结，互相知道对方在做什么。这是对女生用心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精神，你还以为一切都很稳妥，他都要走了。哎，这个女生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感情需求量很大？你需要有人陪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、啊。你看，忍受寂寞，有时候忍受异地恋也是一种考验。你忍受得了吗？我可以忍受，但他也不能那么久一次不给我回微信，一天最少也要有2次吧。OK， 而且也可以是视频啊。一次几分钟？一次最少也是10分钟啊。OK， 我已经帮你找到答案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，看你自己。这才是真的考验的，要求提出来了，你能做到吗？来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他突然提分手，感情从来就不会突然消失，人心不会突然就变，也不会突然信任就崩盘，或者是自制力就突然失控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渐渐的挪移，渐渐的放松，渐渐的变得随便，渐渐的不在乎，然后我们就渐渐的失去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不会失去的事情。我喜欢用存款做比喻，每天存1块钱，它就越来越多嘛；每天花1块钱，它就越来越少。存得多，花得少，感情就累积了。但是如果2个人交往过程里都任意挥霍感情，你们存的资本都不够，这样花怎么可能不花完呢？所以他提分手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我比较意外的是，你现在还想挽回，而理由是想照顾他。你哪有很想照顾他呀？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今天这段感情真的不幸走不下去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意外的，因为你俩都没有特别珍惜跟经营这段感情。感情又不是养乌龟，放着它就自己长生不老不死啊，不可能的。没有浇花，花就会枯萎；没有经营的感情就会凋亡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。你加的水不够，施的肥不够，你的爱情就面临了巨大的生存危机。我说2个人是因为，对我来说你也一样，你很需要陪伴，你需要他对你嘘寒问暖，你生病的时候希望他随时在侧，你希望你想要他在身边的时候他就能在身边。其实你要的不只是1天2通微信或者是视频的时间，你其实要一个可以呵护你的男友，这没有什么问题哦，每个女生都这样希望，对吧？但是在这段感情里面，我也并不见你有投入太多的经营，你也没有太多体谅他的工作，也没有太多约束自己的交友状况，也没有太多让这个你号称很需要他的男友更在工作的时候有安全感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你们对这段感情的投入是半斤8两的少。但我只想衷心的奉劝你，如果你用这样子只要求，不见得下一段就会更好。祝福。好，谢谢寇老师。我挺好奇的，问你一个事儿啊，老实回答我啊。现在有人追你吗？有一个。好，听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了吧？能听明白。他其实已经很接近有新男朋友了。我说很接近，我们不说一定啊，就很接近有新男朋友，有人在追求他。我倒想问你一句，就是你凭什么谈恋爱？我搞不懂，就一个男人出去1年，每个月大概回来那么几天，出去之后整个人跟失踪了一样，给他发个微信，几天后回，这连异地恋都算不上了，凭什么呀？爱你有什么用啊？你凭什么要一个姑娘在家里面苦苦的守你1年、2年、3年？凭什么你要求一个姑娘在家里面待着，不许带朋友回到自己家里面？你一回来就给你什么老婆热炕头？凭什么？她只是你女朋友，拜托你稍微想一想这件事情。你做了一个男朋友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什么都没做，那就是你放弃了作为男朋友的责任和义务嘛。
他为什么还要死死的苦苦的做你女朋友啊？今天你跑回来说哦我不想分手，完了结束了。过去1年呢，你干了什么？他已经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。这不是变心不变心的问题，而是你当初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爱人的责任，你没有让他感觉到被爱，你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爱人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你也不应该享受到任何的权利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说的你很冤枉，说对了没有？说对了，说对了。那女生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我也有问题的。你什么问题？比如说，有时候他回微信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有可能看了，但是我不想回，然后就没有回他。有一种感情会越处越差，就是把别人的错误当成自己犯错误的借口。啊，你都那样了吗？那我也可以这样。你都不陪我了，所以我可以在家里天天打麻将，我也可以去见前男友。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我的爱是富有条件的，我的错误是可以找出借口的，那么2个人感情只会越来越疏离。你往坏的方向走一步，我也往坏的方向走一步，2人可不就越来越远了？但如果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努力当成是鼓励对方的源泉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他经常不回家，但是你依然做好你的工作，鼓励他担当起男人的责任，他就回来了。如果不行，你可走，也没问题。而他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少有陪伴，疏于和他在一起相处，那就更应该在微信上或者是电话上多多的给予关心。如果每个人都是往积极的方向走一步，那2个人就越来越近。我们应该鼓励每个人在自己的情感生活当中都用积极的方式去相处。如果实在不行，那可能真的是2人不合适。但如果2个人彼此都要用一种你来激我，我来激你的这种所谓有资本犯错的行为方式去处的话，你2人可不都得散了？因为你们不是劲往一处使吗？你是错往一处撒吗？所以今天并不是你们俩要和或者要分的问题，而是面对爱情本身的行为态度问题。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，你们即便再找，你有了他也有了，或者你们俩再复合了，那都是一个结果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2位老师其实都谈到了未来，就这段感情它是好是坏其实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当中，2位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，这个你们自己考虑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涂老丹，我知道我在这1年交往当中可能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没能及时赶回来照顾你，也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疏忽了你，冷落了你，我心里感到很内疚。但我想想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在一起的甜蜜，就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从前。也许爱情一开始就注定它有一些一定的结果，但我从来都是往好的结果方面想。我也知道对你关心的不够，做的不够好，我也希望你能理解，但我特别理解你，体谅你。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能不分手吗？好，成了男生的大表白了哈。好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一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。